汪老爷子是带着儿子来的，现在的少东家没想到谢云照会这么重视，但他们不能因为这些勉强自己。等双方都进了包厢，谢云照像模像样的打招呼，汪伯伯、汪大哥的认了人，聊聊爹的近况，攀攀交情。随后离开主桌，坐去一边，把主场让给二掌柜。二掌柜也有些尴尬，他说了这么多财库以后的前景发展，汪家老爷子只祝福也相信，但就是不提汪氏也想分一杯羹的事儿。他知道难了，不再磨嘴皮子，回头看了一眼谢云照，他就知道谢云征不会安好心，起身走过来，坐后边去。二掌柜懵懵的，但也听话的坐去一边，拿起茶壶给对面汪家父子添茶。哎呀，怎敢劳烦二公子，该是小人给你倒茶。怎么不敢？你们汪家不是挺傲吗？都敢拒绝财库的生意合作。二公子此言何意？做生意都知道，讲究的是你情我愿。哼，你情我愿，把茶楼的门都给我锁上。今天这生意谈不成，谁都别想出去。是，阿爷。青英关门去安排。少东家已经吓得站起身，汪老爷子还算镇定。二公子想要做什么？想逼迫汪家？你爹都不会这样做。你今日的做派，不怕鲁国公知道？谢云照掏出一把匕首，在手里把玩，蓉蓉送的削铁如泥。谢云照向着对面的窗子一甩，那匕首在汪老爷子鬓边飞过去，插进了最后的窗框。和我爹没关系，今天的生意呢，是我大哥让我来和你谈的。我大哥你应该知道是谁吧？鲁国公府世子爷。你别在这唬人，世子也是鲁国公的儿子，也要听鲁国公的，儿子还能大过老子？你们怕是忘了，我大哥现在是儿子没错，但他也是未来的鲁国公。汪家即便现在有我爹护着，将来我大哥袭爵，你觉得新的鲁国公会不会记今日之仇啊？会不会报复呢？汪老爷子强装的镇定彻底消失。我再告诉汪伯伯一件事啊，也不是什么秘密，我大哥比我爹更优秀，将来他的成就会更高。捏死汪家比捏死一只蚂蚁都容易啊！哎呀，伯伯岁数大了，也活得够本，您可以不在意，可汪大哥呢？你欺人太甚！哎呀，汪伯伯，这事儿您可千万别怪我爹，我也没法子。你也知道，我这辈子是没什么出息了，以后鲁国公府呢都是我大哥的，我也要依靠他过活。他下令让我谈成，我今天就必须谈成啊！知道谢云照不是个东西，喝酒时鲁国公也没少骂他，但没想到谢世子行事竟然也如此嚣张，难怪鲁国公信里说两个儿子知道心往一处使。原来谢云照现在的嘴脸都是谢世子给的底气，配合的倒是默契，连鲁国公都被蒙在鼓里。好一个谢世子，他算记住了。不过汪老爷子还是多了个心眼儿。二公子休要骗我，谢世子又不管财库，为何要插手财库生意？为何一定要我们汪家和财库合作？谢云照心里佩服，不愧是走南闯北的老生意人，心思就是缜密，不是轻易能唬住的。他要利用财库改兵税，哪有只索取不付出的道理？自然要回馈财库。汪伯伯可以不信，我不介意，但我的手段多的是。我本不欲与汪家结仇，但我大哥如果下令，我定会遵从。也许到那时，他下的令未必是谈生意了。你就不怕我签了合同出去就去告你吗？汪伯伯几十岁的年纪真是白长了，胳膊能硬得过大腿。行了，生意已经谈完，我走了，剩下的你们继续。谢云照抬步走出去，门打开的一瞬间，4名谢家军持刀凶神恶煞地站在门口。少东家要给跪了，看着谢云照走后，门缓缓关上，隔绝了长刀。爹，是谢家军，谢世子压根没想让咱们活着回去。二掌柜心虚极了，来的时候压根没有看到谢家军，姑爷找人假扮的吧？即便心虚到手抖，也不能输了姑爷扑起来的气势。汪老爷子，咱们可以谈谈怎么合作了吗？你放心，绝对不让你后悔。1个时辰后，汪老爷子眼神坚定，腰都没弯一下，签下了汪氏与财库的合作合同。当谢云征知道结果时，惊讶不已，竟然谈成了？怎么可能？可恶的谢云照，到底用的什么方法？世子爷，有人看到他们进去不久，茶楼的所有出口都被人在外上了锁。谢云照
还能以命相逼不成？汪家父子可有受伤？爷，没有，他们出来时很自然的上马车。让赤霄带着我的名帖去一趟汪家，问问情况。若有不公，本世子会请爹给汪家撑腰的。是，世子爷。赤霄去了，少东家亲自接待。赤霄小哥，抱歉啊，我爹受了风寒，不便见客。无妨，听说你们和财库的生意谈成了。少东家倒茶的手气得发抖，他这辈子就没见过这般无耻的人。转身，表情已经恢复如常。多谢关心，谈成了，很快会开展合作。我和我爹很看好财库的发展。赤霄一头雾水，茶都没喝，告辞回来禀报，没什么手段，汪家自愿合作。谢云峥喘了几口气才平静，最近怎么事事不顺，还真让谢云照立了大功。世子爷，金枝姑娘过来了。谢云峥缓了缓神色，努力扬起一抹笑容，请人进来。这个时辰怎么过来了？他们快回府了吧？奴婢见过世子，郡主传话回来，要在长公主府用晚膳，说是给二爷准备了庆功宴。奴婢先前以为郡主备下燕窝，所以想着给您送过来。庆功宴？谢云峥久久未语，气得维持不住温和的笑容。金枝等了半天，偷偷抬眼打量他，以往听到是为郡主准备的，都会很高兴的留下，今天怎么没反应？世子，放下吧。金枝赶紧送过去，等人吃完，抿着唇，端着碗要告退。等等，世子有事吩咐奴婢。谢云峥几次想开口，又停下，很多次他都想问金枝，谢云照和永嘉在临风居是如何相处的，可太过愉悦，怕永嘉知道会生他的气，又怕听到不好的会难过。没事了，你回去吧。金枝行礼退下，他亲自熬的燕窝，世子都喝光了，便喜滋滋地走出去。这一幕已经发生过多次，府里的洒扫都不止见过一次。原本以为很寻常，郡主常叫人给各院送点心，可有时其他院没有，金枝也会来昭辉院，甚至有好几次郡主不在府里，金枝也会来，停留的时间不短，如今日这般。爹娘，永嘉听闻大哥与金枝的传言，影响很不好，都是永嘉的错，一直忙着外务，对府里的事疏于管理。金枝自小跟在我身边，他又最得力，所以院子里的事都叫他安排，可能是有些不周到，这才惹出这些闲话。谢云照不怨他道歉，他的蓉蓉永远没错，但是也老实的坐着没动，蓉蓉不让他说话。谢云峥垂眸，微微勾唇，他就知道他会相信自己。爹娘不怪你，你这阵子有多忙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李婉儿脸色难看，知道郡主定会维护她的婢女，但娘什么意思？道个歉就想息事宁人？她不信空穴来风，金枝若安分守己，怎会传出这等闲话？这事儿可不是一句婢女安排不妥就能简单过去的，她可不是嫁过来吃亏的，由得小婢女给她难堪。况且这次也算他们妯娌第一次对上。李婉儿站起身，对着公婆行礼后，看向沈淑荣：郡主，如今咱们成了一家人，我就不和郡主见外了。当然，嫂嫂请说。我知道金枝是郡主最得力的丫鬟，郡主自然信她，但无风不起浪，金枝未必没有旁的心思。我才刚嫁过来，府里就出了这样的传闻，若当作无事发生，我倒是没什么，只怕外人会笑鲁国公府世子夫人不得夫君心，比不得小婢女。这是想把错都归到我身上了，还真是小家子气的东西，竟还妄想得世子的心，做梦。嫂嫂说的有道理，但也不能冤枉人，不妨先问过世子和金枝，说他们二人之间真的没什么，我们该想办法解决外面的传言，不能因为一些流言蜚语就直接定罪。金枝嘴角扬起一抹浅笑，他就知道郡主会护着他。李婉儿还没开口，谢云峥站起来，永嘉想听他亲口解释，他当然愿意。郡主说的没错，金枝只是来昭辉院送过几次东西，并没有知心一说。金枝赶紧跪下，奴婢的确只是给世子送过几次点心，奴婢自知身份低微，怎敢高攀世子？郡主刚嫁过来，奴婢只是想着帮郡主打理好各院的关系。你是不敢，但未必不想。奴婢真的不敢，奴婢只想待在郡主身边，这辈子都好好侍奉郡主，从来没有旁的心思。沈淑荣心里冷哼，面上心疼。好，金枝，先起来，我知道你对我的忠心。嫂嫂，既然世子和金枝都否认，我们接下来还是想想该如何化解。我们在这揪着金枝不放，流言依旧在。
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国公夫人认同，她知道谢云峥还没有放下沈淑荣，但她不能这样说。永嘉说的对，还是要解决外头的流言。娘，这种事没办法解释，反而越描越黑，只有解决了源头才能止住。如何解决源头？郡主，我昨天已经打听过了，金枝来昭辉院频繁，且停留时间较长，不懂避嫌，所以才传出这些。郡主事务繁忙，我能理解，我也不想因为一个婢女跟郡主闹得不愉快，不如把她赶出府，或者送回长公主府，这样流言不攻自破，这连处罚都算不上。郡主不会不同意吧？婉儿的办法不错。不要，郡主，奴婢不能离开您，您身边没了奴婢怎能放心？沈淑荣面露难色，谢云峥也不愿金枝走，一旦他走了，怕是他和永嘉之间再没有牵连。何至于此？流言而已，几日不理就会被旁的消息取代。难道什么都不做，有这人污蔑吗？世子刚还说对金枝没有任何心思，现在是做什么？还是世子根本舍不得？身后婆子小心扯他袖口，他家小姐在胡说什么？清者自清，若传什么都要解释，那我不用做别的，出家算了。世子有没有为我想过？我才刚嫁过来，一个婢女骑在我头上，我还不能赶她。你是世子夫人，谁会骑到你头上？反倒是赶人走，才会让外界认为是真的。李婉儿眼眶都红了，这么向着他，还说他不喜欢金枝，眼见二人要吵起来。大哥大嫂不要动气，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你们刚成婚，没必要因为这件事伤了感情。公婆猛点头，好在郡主懂事儿。谢云峥皱眉，他们俩有什么感情可伤？李婉儿也气得偏过头，不再看谢云峥。嫂嫂别气，大哥说的也有道理，传出一人，我们就赶走一人，只怕外头会说我们心虚，反倒坐实了这件事。郡主的意思有更好的办法？金枝虽从小跟在我身边，但我不会偏袒，为金之计，只能说是嫂嫂喜欢金枝，觉得她哪都好，常让她去昭辉院帮忙。成婚前帮忙布置新房，成婚后又去昭辉院帮着调理婢女，给她的行为换一个目的，大家自然不会再乱传。郡主的意思，金枝以后依然可以随意进昭辉院。沈淑荣就是看不得他好，一定还在怪他抢了谢云峥。嫂嫂误会了，事情因金枝而起，我不会当什么都没发生。金枝顿时紧张，仔细听着郡主的话。我们对外说，因嫂嫂喜欢她，所以我把金枝送给嫂嫂，解除流言的同时，她在嫂嫂身边，嫂嫂亲自看着，总不用再担心了吧？谢云照眉峰一挑，勾勾唇，她的蓉蓉真厉害。金枝眉头顿时松开，她可以一直在昭辉院了。我信郡主是为了我着想，这样也的确能解了流言，但我要她的卖身契。不可以，郡主不能给她。金枝，为了世子名声，为了嫂嫂刚嫁过来就遭受委屈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李婉儿突然觉得沈淑荣败了，心里暗暗得意。郡主不要，奴婢不能离开您的，您的发髻只有奴婢盘的最好，您的眉也只有奴婢画的最好啊！我也舍不得你，混账东西！也就是郡主心肠好，惯着你，敢以弓威胁主子。郡主，这种婢女就让我好好替你管教管教。谢谢大嫂。谢云照没动，谢云峥看不过去了，刚要开口，后院的事由婉儿和郡主做主。谢云峥的嘴无奈闭上。卖身契就不麻烦郡主送了，秀禾随郡主去取。沈淑荣难过的走去谢云照身边，身子一歪就跌进他怀里，和爹娘告辞。谢云照赶紧搂着人回去。李婉儿收到秀禾带回来的卖身契，仔细看过，满意的让他收好，随后起身走去跪在地上的金枝面前，一巴掌扇过去。你有没有旁的心思，你知我知，郡主当你忠心，却不知你有这等龌龊心思。如今你到了我手里，别想再靠近世子，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人不乖的下场。世子夫人误会奴婢，世子原本是郡主未婚夫，奴婢对世子只有敬畏，没有任何非分之想，如今更是没有。行了，你这话也就骗骗郡主，他对你有主仆情谊，我可没有，别想骗我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也不会对你怎样，毕竟你可是郡主送给我的人。金枝想不通，以郡主的身份怎会留不下他？即便留不下人，卖身契也是可以的，可他不能认命。来了昭辉院就有见到世子的机会，只要他好好表现，讨好李婉儿，让他放松警惕。临风居内，屋内的小两口趴在床上。蓉蓉今天真棒，你受的委屈爹娘都看在眼里，他们也会心疼你的。终于把金枝送走了，趁爹娘心疼，他
等一会儿得再薅些好东西给蓉蓉。嘘，小点声，不能让外人看到我们这么高兴。谢云照伸手就搂她，用她的嘴堵住自己的嘴，这样就能最小声。午膳沈淑荣都没怎么用，说没胃口，让花妈妈去昭辉院给金枝送东西。昭辉院李婉儿让人接过花妈妈的东西，会拿给金枝。一上午过去，书房里的谢云峥越想越觉得对不住永嘉，连他的婢女都护不住，该交代一句的，便去了后院。谢云峥进来，见过世子。金枝，卖身契虽然在你这儿，但她毕竟是长公主府出来的，一直伺候郡主，夫人对她不可为难。世子以为我会怎样为难她呢？我没说你会为难她，我知道你心善，只是提醒，以免郡主不快，惹长公主不快。还拿长公主来压我，我委屈死她就满意了。夫君放心，我只是调教一番，不让她再见夫君而已，自然会顾及郡主。好了，我先回书房了，有些公务需要处理。李婉儿送走他。新婚夜后，他很少进后院，没想到竟然是为了金枝而来，都没说留午膳。金枝，你该死！此刻金枝还不知她的梦中情郎为了沈淑荣给她带来多大的灾难。下午沈淑荣睡了一觉，谢云照跑去正院诉苦，郡主这次牺牲太多。娘，郡主何其憋屈，嫁给我本就委屈她，现在又要她堂堂郡主谦让大嫂。国公夫人看着她演，郡主受委屈的时候她一言不发，是在这儿等着。不过这次的确委屈永嘉了。说吧，这次想要什么？娘，你嫁妆里那个金丝楠木屏风、金线绣的金山图，四角还镶嵌蓝宝石的那个，可否给郡主啊？郡主府的正院已经可以住了，儿子觉得放在那儿最好，也是您对儿媳懂事的嘉奖了。郡主知道定会感激你的，认为您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婆母。臭小子，还惦记上我的嫁妆了？行，给你。赚大了，谢谢娘，娘最好了。国公夫人让他快滚，再有好东西定要藏好。傍晚，谢云峥又在书房睡。鲁国公的小厮看到昭辉院书房亮着灯，跑回去告诉国公爷。谢云峥还没睡下，听到敲门声，本以为是李婉儿，有些不耐烦，走过去打开门。爹，怎么这个时辰找儿子？知道的你新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打光棍儿。滚回你媳妇房间睡，再让老子知道你睡书房，给你拆了。爹，都听您的话娶回来了，房里的事情您就别管了。生出长孙我就不管，否则你就一直给我生。知道了。鲁国公盯着他去了后院，这才满意离开。第二日清晨，屋子里伺候的人不少，但谢云峥没看到金枝。金枝在郡主那是最得脸的，在你这儿，即便不习惯用她，也别太委屈她。世子的意思，我还要留她在眼前伺候。二等也是可以的，我晚上再过来。李婉儿听到，并没有多么期盼，她还生着气。秀禾，你说世子是在意金枝，还是在意？小姐，也许世子只是怕郡主生气，对咱们两院的关系不好。李婉儿可不这样想，谢云峥不止一次让她善待金枝了。走去看看那个贱人。金枝睡的柴房不是大的那种，每个院里储备几日木材的小屋。她从昨日被关进来，滴水未进，只听门吱呀推开。奴婢见过世子夫人，世子爷让你做个二等丫鬟，你以为呢？低头的金枝一喜，世子是在关心自己，而且做二等丫鬟会有很多机会见到世子，能在世子夫人身边伺候，是奴婢的荣幸。等了半天没听到回复，金枝悄悄抬起眼皮打量，想的还挺美。来人，世子夫人要做什么？你不是下贱吗？想爬男人的床吗？本夫人心善，今天就满足你。世子夫人到底要做什么？别忘了，奴婢再怎么样也是郡主跟前最得脸的。别急，等下你就知道了。本夫人都是为了你好，让你如愿呢。两个婆子端着托盘进来，匕首还有圆木棍。即便我的卖身契在夫人手里，以郡主对奴婢的感情，定会有找我去见面的时候。夫人难道不怕郡主生气？李婉儿转头走人，还想威胁他。金枝生病了，未免过了病期，7日内不能见外人，郡主就更不能见你了。门关上，李婉儿坐在门口，听着屋子里传来的哭喊。没多久，两个婆子出来，夫人处理好了。李婉儿起身走人。屋内的金枝如同死狗一般瘫在满是灰尘草屑的地上，胸前和腿间流出的鲜血渗人。李婉儿，别以为这样就可以毁了我。临风居内，沈淑荣正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喝。谢云照拧着眉
没。他上个月也是这几天在喝药，问什么药也不说，等喝过药人都出去了。娘子哪里不舒服？是每个月都会复发吗？中了一种毒，每个月都需要服用解药来缓解，以免月圆之夜化身为狼。真的假的？娘子骗我的吧？沈淑荣见他紧张，严肃认真没了，捂着脸低低笑出声。我看娘子是江湖传闻听多了，到底喝的什么药？娘子快告诉我吧。喝的是碧子汤。谢云照求知的讨好神色瞬间消失，变成小心翼翼的打量碧子汤，心里产生了一个很不好的猜想：蓉蓉不想怀他的孩子。谢云照肉眼可见的低垂着头。怎么不说话？你在想什么？想我哪里做的不好。刚不还问喝什么药？没事，我就是担心你的身体，没病就好，孩子要不要的都无所谓，我们家又不靠我传宗接代继承家业。你傻，怎么能不要孩子？蓉蓉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不要孩子，将来谁给我们养老？可是你不是喝那个汤？沈淑荣瞪他，不引他就不问，好像这辈子不生他就不会问一样。现在还不能要，我落水受寒，大夫建议养半年再要，对孩子最好。谢云照听到又美了，原来蓉蓉不是不想给他生孩子，那就好。人一美就开始主动进攻，亲得沈淑荣娇喘连连。好了，哪几日需要喝药，我不碰你，那种药对身体不好。你能忍住？谢云照尴尬地摸摸鼻尖，他好像忍不住。我那几日不弄里边。沈淑荣趴在他肩头掐他腰，他还是别说话了。马场已经可以跑马了，我们找一天休息一番，找顾凯之来跑马吧。好啊，正巧我也好久没见叶曼和巧巧了，但我忙过中秋。你忙什么呀？有娘和李婉儿呢，回家我就告诉我爹，让我娘也别太劳累，就让李婉儿忙去呗。谁媳妇儿谁心疼，我心疼你，我爹心疼我娘。我跟着娘看看菜品，不会累到的。一间茶楼里，一站一坐两个男人。你说我还能信你吗？当然可以。世子这话从何说起啊？陆子谦心里都是气，他爹非让他来伺候，谢二约不出来，他最近闲得挺舒服的。有事要交给你，再办不好，你爹，你的两个哥哥，别想有什么前途了。陆子谦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谁能考虑他？谁能心疼他？他不知道谢云峥掌握爹多少把柄，但他真的不愿意再继续。可如今他早已没了退路。谢云照做事多狠，他比谁都清楚。若被他知道自己一直是谢云峥的人，依然不会有好下场。现在谢云峥眼中，他快成了无用之人，哪边都没留下好。让人寻几个魏家军、杨家军，还要进军家中亲属，最好找村霸那种。小厮不懂，但见主子情绪不高，没多问。宋三爷回府，奴就去。谢云照，愿你不要冲动。8月里，天气已经不再闷热。近中秋，街上比往常热闹许多。比婉儿散播消息的动作很快，根本没什么知心人的事儿。原来是世子夫人喜欢郡主婢女布置的新房，还因此郡主把最擅长这件事情的金枝丫鬟给了她。世子与夫人虽新婚，但相处融洽，琴瑟和鸣。汪少东家听到，心里冷哼，哼，不愧是国公府，动作真快。接下来流言又传了回去，知心人还是魏家小姐。世子虽新婚，但不怎么进后院。还有人坚持他喜欢郡主的婢女，因为世子夫人都在为世子遮掩。也有猜离霜的，毕竟世子婚前就和他发生关系了。比婉儿听说之后要气吐血了，他第一次怀疑家里是不是有内鬼。第二天又找一家人去正厅要查自家仆人，事不关己。沈淑荣这次不说话，坐椅子上看热闹。即便有人传，也是你自己院中人传出去的。你请爹娘、二弟、郡主过来做什么？院里有很多仆人，我才嫁过来几日，还有很多事没来得及打理。而且我们是一家人，夫君又是一府世子，我们的事随便被传出去，影响的是国公府和夫君的名声，所以我们应该重视，查一查，是不是有人坑我们鲁国公府。那就查查吧。大嫂嫁过来之前，不知道我大哥是鲁国公府世子吗？二弟这话从何说起？他怎会不知？不知道全京城的女子都喜欢他吗？嫁过来之前就没想过会有别的女人跟你抢他吗？云照，国公夫人嗔他说的什么混账话？还是你觉得鲁国公府世子爷后院只会有你一人？二弟这话不对。谢云照抬手打断他，耐心已经到了极致。大嫂说的冠冕堂皇，为了国公府名声，我爹现在还是一品国公，我和郡主还过我们自己的日子，没什么影响。大嫂不能因为你们院子里的事次次打扰我们吧？还有啊，我大哥定是要纳妾的，离霜表妹始终没走，就是在等着。
着，你这般善妒可不太好。不等李婉儿反应，爹娘，郡主还说要帮娘忙明天的团圆饭，儿子看就不必了。大嫂这么有精力，由她代劳吧，这也是长房长媳应该做。家里太闹腾，儿子带郡主出府去了。谢云峥觉得他不敬长嫂，可又不想让永嘉掺和这些事，忍着脾气硬是一句话没说。站住！你这个逆子，你大嫂何时轮得到你说？陆国公对着谢云照眨眨眼，他也觉得大儿媳妇麻烦，且他也没说错，云峥是世子，早晚要纳妾，妻子太善妒不好，但这逆子太不给大嫂面子了，也得象征性的骂骂他。还是那句话，大嫂嫁过来之前不止打听过大哥，也打听过我吧，打听过就该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上次看你刚嫁过来，陪你闹一次，再闹别带上林风居。爹，你也不用骂儿子，看不惯我和郡主随时搬去郡主府。沈淑荣原本还想看戏呢，被他这么一搅和，只能装成被他吓到的样子随他出去。国公爷装成被儿子气吐血的样子，捂着胸口，哎呦哎呦。婉儿，这事都怪娘，你二弟自小就是这性子，不服管教，他平日对娘也是这般，不是冲你。本以为成婚会好一些，结果还是这德行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想查的话，娘配合你，都听你的。李婉儿真的是要被气死了，从小到大就没受过这样的委屈。国公夫人过来挽着她，踢了谢云峥一脚，还不派人配合婉儿去查。谢云峥起身派赤霄配合他查，先从昭辉院查起。李婉儿哭了一会儿，还是见好就收。国公夫人留下谢云峥，并推下人，推心置腹地和他讲要敬爱妻子。婉儿这般闹，一是性格使然，二是传的是事实，并非空穴来风。你们夫妻之间要好好相处，他相信你爱他，就不会在意外人说的话。谢云峥突然羡慕谢云照活得真自在，他何时把爹娘的话放在过眼里？眼睫垂下，是娘，儿子知道了。谢云峥回来时，赤霄已经拿到了结果。金枝，对，世子爷，有几个丫头听到金枝亲口说的，她才是世子的知心人，所以他们怀疑金枝就是为了进世子后院胡乱造谣。谢云峥皱眉，明显不太信。世子难道还不信？他就不是个好的。提金枝来见。李婉儿刚还得意，立马心慌，人怕是现在还提不来。这等小事怎能劳烦世子切身去处置他？也好，问清楚，避免冤枉人。世子，若真是金枝，说真是他打20板子，林风居也挑不出毛病。是，妾身明白了。李婉儿转身走了，嘴角勾起一抹浅笑。20个板子可是世子让打的，与他无关。谢云照带着沈淑荣去爬山了，他怎会让谢云峥的烂事耽误蓉蓉时间？两个人开开心心的放松一天不好吗？李双怎么安排？李尚书要求送走，但他一直病着。这岂不得罪了李尚书？没事，我大哥是谁呀？可是未来的鲁国公，怕他区区尚书？既然不怕，就收了吧。李双表妹实在可怜。哎，是啊，我这个做表哥的也心疼他。也不知大嫂会如何对待金枝，我相信她。今天好像没看到金枝，大嫂没带她出来啊。明天团圆总会见到的，大嫂不会这点面子都不给。别难过，她不让见，我就带你去昭辉院见。沈淑荣笑着感谢。谢什么？我知道你们主仆情深。相公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心狠？这样对金枝不会，他都敢利用你，对你不忠。若换了他，直接杀了。沈淑荣轻笑，所以说他们两人最配。林州的境况越来越好，只是匪患要解决，月末之前可能还要去一趟林州。需要亲自去吗？我想去。想去就去，我陪你。好，有你在，我会更安心。男人的心轻颤，手轻轻扶上他的脸颊，抿着唇笑。他这句话才让他安心。谢云峥的传言，汪家可是没少出力，一定恨死你们兄弟俩了。通传后还恨我，到时候林家怎么笑汪家的，汪家都可以100倍笑回去。沈淑荣抬眼看他，以他的心智胆量，但凡从小收敛一点，鲁国公府还有谢云峥什么事儿？每次被他盯着瞧，谢云照都会紧张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觉得你很厉害。哪里厉害？沈淑荣垂眸不语，怎么就说到这儿了？男人心思一动，把人抱入怀中。沈淑荣要下去，这连个遮挡都没有。你想想正事，我们在聊通传。盯着他焦急的小脸，谢云照越看心越痒，低头封住他的唇。沈淑荣要溺死了。两人对彼此的渴望，并未因婚后的日夜相处减少半分，反而愈演愈烈，用强大的意志力推开他，远离一
7点，我们下山。好。下午，谢云照知道了陆子谦的动作，4大主力军只找3家。是的，二爷，不知道他们什么打算。既然他不找，咱们可以帮他找。我这个做弟弟的，就是要替哥哥想着漏掉的事。属下明白了，二爷，黎霜表小姐的事情，青州已经传开，黎大人已经在来京的路上，在小司里寻一位年轻精神的，找机会透露给3姨丈。黎霜不想进谢云正院，是因他心系府里的小厮。是，二爷。昭辉院内上了锁的柴房，金枝正给自己抹伤药。此时的他浑身是伤，每日就那一碗稀粥，若是再出不去，怕是要死了。他不甘心。金枝姐姐是谁？金枝姐姐，我是前院的洒扫紫珊，你以前赏过奴婢银子。金枝想不起来哪个，以防是李婉儿的人找我有事。对不起，金枝姐姐，是我和世子说流言是您传的，以为这样世子定会亲自审问您，您就有机会辩驳。没想到世子夫人会直接打板子，压根没让世子见姐姐。金枝闭了闭眼，原来这顿板子是这么来的。你能见到世子吗？让他来救我出去。不行的，世子夫人已经发话，谁都不许跟世子提起姐姐。那你可有别的办法救我？奴婢可以去找郡主，想必郡主不会不管姐姐的。太感谢你了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姐姐好好活着，但又怕姐姐知道打板子是因为我，怕姐姐。你放心，你的初心是好的，只要你能找来郡主，我绝对不会计较打板子的事。相反，以后我也会护着你。好，金枝姐姐你等着，明天就是中秋节，奴婢定会想办法告诉郡主您的处境。奴婢就先走了。金枝病弱的身体突然涌出力量，郡主定会心疼她，只要她出去，李婉儿给她等着。第2日一早，沈淑荣起身低头看看自己，她有多久没穿过襦裙了？娘子醒了。谢云照也坐起来，揽过纤腰，抱坐在自己腿上。沈淑荣趴上去就咬。怎么了？我要穿襦裙。想穿就穿呢。这样怎么穿？那就不穿。不和他争，这种事上他最有理。刚要下床，又被男人捞了回去。再睡会儿。真的什么都不管啊？有世子夫人呢，他就应该忙这些。你不同，你是客人，郡主府才是你家。那你呢？你的家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，我家就在哪儿。沈淑荣又亲他，真会说话。人一下子被男人搂住，反亲回来。下午陆续有人上门，李婉儿跟随婆母待客，准备晚宴。沈淑荣被谢云照拘在院里看他练剑。李婉儿见沈淑荣迟迟未来，便问婆母。国公夫人一秒尴尬。云照早就让人告诉他，今日都是自家人，郡主不能劳累，让大嫂去忙。这话没法跟婉儿说。你二弟不受管教，来了就惹事，都烦他。娘让郡主留下来看着他，晚点来。开宴前一刻，沈淑荣才来，像是来做客一般。众人已经落座，见到他纷纷起身见礼。见过永嘉郡主。沈淑荣坐去婆母身边。各位姑姑婶婶请坐。金枝不在郡主身边，郡主的眉画的没有往日好。我这儿有一盒上好的金带，银枝帮郡主收起来吧。多谢大嫂。国公夫人见2个儿媳相处融洽，脸上都笑出褶子来了，招呼亲戚们吃饭。等沈淑荣吃的差不多了，放下筷子，吃饱了就可以安心搞事儿。银枝看到筷子放下，突然跪下，对不起郡主，都怪奴婢画的眉不好。这怎能怪你？一直是金枝给我画的，你能画成这样已经很好。还惦记金枝呢。其余人明白过来，原来是画眉的丫头换了，这丫头知道手法不好，跪下求饶呢。还是要看手法的。说到此，的确有些想金枝。今天是团圆的日子，不知大嫂可否让我见金枝一面，看见她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，也算全了我们10多年的主仆情谊。李婉儿身上突然泛冷，犯了错的奴婢，节庆的日子不合适见，我就远远见她一眼都不可以吗？屋子里的人同时对李婉儿投去谴责的目光。世子夫人好大的架子，郡主的婢女就算已经送给她，还不能见见？李婉儿哪看不到啊？瞬间头皮发麻，不知该说什么，但不能让她见。现在的金枝看不得。实在是金枝病了，恐过了病气，等过几日她好些，我让她去临风居给郡主请安。多谢大嫂，既如此，便过几日再见。娘，刚喝了点果酒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去吧，不舒服就回去，这里有娘和婉儿呢。沈淑荣微微行礼，起身走出去。岁寒出来后就跑去找姑爷，在进门之前拿出袖口里的辣椒偷偷抹眼睛。谢云照看到他红着眼睛来了，可是郡主有事。二爷，郡主哭了，她想见见金枝，可是谢云峥听到永嘉哭了，紧张的跟着站起。快说，可是什么？世子夫人说金枝现在病了，不宜见郡主。大哥，郡主要见自己的丫头都不
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赤羽，陪郡主去见金枝。我也一起去，看谁敢欺负郡主。谢云照跟着岁寒出去，坐下的谢云峥不放心，怪他娶的人不好，惹哭了永嘉。爹，儿子也跟着去看看，很快就回来的。去吧。陆国公已经打算散席后叫大儿子好好管管他媳妇了。屋子里的人看出气氛尴尬，举杯聊起别的事儿。沈淑荣挽着谢云照，眼眶也红红的，跟随赤羽去了昭辉院。世子夫人说了，金枝现在戴罪，还染了病，不能见人。您只说人关在哪儿，有事我负责。婆子只说不知。就在谢云照要抬脚踹他时，谢云峥到了。本世子连自己的后院都不能进了，老奴不敢。婆子见他回来，瑟瑟发抖，给身边丫鬟使眼色，快去找夫人回来。赤羽，派人进去找。是，世子爷。等柴房的金枝被发现时，所有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沈淑荣踉跄着走过去蹲下，哪里都不敢碰。郡主，你终于来救金枝了。怎会这样？金枝轻轻解开衣襟，男子都背过了身去。沈淑荣看到了他胸前已经化脓的伤痕，两个明晃晃的大叉，中心点就是那一点。沈淑荣当即晕了过去。郡主，您别吓奴婢。谢云照听到金枝哭喊，吓得飞速过来抱起人。快去请太医，郡主要是有什么事，我不会放过李婉儿。不用你，他有事我自己动手。谢云照冷哼一声走了出去。当李婉儿得知世子带人进后院找了金枝，温婉的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起身和婆母告了罪，赶紧回院子。大嫂呀，昭辉院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世子夫人这么着急。很快昭辉院那边传出阵阵声响，快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婢女还没走出厅堂，就进来个丫头，那丫头急得跪地磕头。国公夫人，郡主在昭辉院晕倒了。所有人都坐不住了，赶紧起身去看。太医来时直接被岁寒请去了临风居给郡主看身体，他带的医女去给金枝看伤。当谢云峥听到金枝身子破损严重，恐不能有孕时，对永嘉的愧疚到达了顶点。女人最重要的两个部位都被李婉儿毁了。待盖好被子，谢云峥破例进来，看到满脸泪水，眼中依然带笑的金枝，他的心有被刺痛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会这般待你。世子，这不怪你，但有件事奴婢要说清楚。世子不进后院的消息不是奴婢传的，奴婢根本不知道世子歇在何处，只是无意中听过夫人身边的丫鬟抱怨，说世子后院去的少。谢云峥袖子里的手攥紧，李婉儿这个废物，自己院里人都管不住，竟都怪在金枝头上。好，本世子知道了，不会再冤枉你，你好好养伤，我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多谢世子，有您这句话，奴婢这一身的伤值了。谢云峥更加愧疚，抱歉的点点头，出去了。李婉儿被约束在房里，她怎么也没想明白，沈淑荣已经答应过几日再见的，怎会突然来昭辉院？此时除了谢云照，一家三口坐在正堂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爹，儿子都说了先不成婚，你非让随便娶一个，跟什么时候娶有什么关系？还能一辈子不娶吗？哼！倒是你偏不要经历长大的女子，咱们都不知道她秉性，等知道时都已经娶回来了。别吵了，郡主还没醒，等醒了看看想怎么解决吧。国公夫人头疼得很，你们说她自己的丫头打死都没人管，偏偏是郡主最宠的丫头，还是长公主府的家生子。这要是长公主过来，陆国公揉着太阳穴，这事儿弄的长公主千万别过来。谢云峥心疼永嘉，小时候他顽皮，金枝为了护他，手刮到树上出了血，他都哭了很久，自责又内疚。如今金枝这般遭遇，他定会怨自己没护好的，都怪他为何会信任才相处几日的李婉儿行事。谢云照去了正院，几人见他来了，都站起身来。郡主如何了？太医怎么说？谢云照深吸一口气，瞪了谢云峥一眼，后者只顾着担心，没时间管他静不静。行了，太医说郡主被吓到，在家伤心过度。金枝走时可是好好的，现在伤得这么重，着实吓到他自己都没重罚过金枝。现在郡主是什么意思？叫金枝回临风居吗？他倒是这样想，放在自己院子里放心。大儿子怕他自责，每日面对被毁的金枝，郡主每日都会很难过。谢云峥觉得也是，都怪他不好，不能让金枝再伺候郡主。那送出府？他那破身子出去也嫁不出去了，留昭辉院伺候大哥吧，也改改大嫂的脾性，大哥不会再护不住他吧？你不用激我，我之前只是不了解李婉儿，
行了，你院子里的事别让我们跟你操心，我回去跟郡主说一声，希望你能让他放心。谢云峥气恼，到底是谁不让人放心？但他没多说，点头同意了。国公夫人也觉得不错。云照，快回去照顾郡主吧。金枝给世子做通房，以后也是体面的，娘也会多多赏他，让郡主放心。是，爹。娘，儿子回去了。谢云照出去之后，同房而已，连妾都不算，李婉儿也说不出什么，你也别跟他闹了。通过这次的事情，想必他会懂事些，回头你娘再跟他聊聊，教教他如何能做好义父主母。是，爹娘，儿子也回去了。金枝得知自己成了世子通房，顿时哪儿都不疼了，一定是郡主为他求来的。等他好了，就去给郡主磕头。赤羽要找人伺候他，金枝点名紫珊做贴身丫头。紫珊来时很是激动，金枝姐姐终于把您救出来了。以后你就跟着我，不必再做洒扫的活计。多谢金枝姐姐，从前您来，奴婢就喜欢您，没想到有朝一日竟然能在您身边伺候。是我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找来郡主，我指不定已经死了。都是姐姐命大，郡主心系姐姐，即便奴婢不找机会，郡主也会来看姐姐的。那倒是，郡主自小就是我陪着长大的。郡主可醒了？醒了。听他们说您做通房是郡主的意思，怕您出府也不好嫁人，便为姐姐寻了世子做靠山。等我好了就去跪郡主。奴婢劝您悄悄的，否则世子夫人会和郡主生气的。金枝冷笑，李婉儿也配生郡主的气？她还没找她算账呢，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李婉儿是如何对她的。你说的对，以后我要多为郡主考虑，慢慢来，不急于一时。姐姐通透，奴婢去打热水来伺候姐姐。金枝笑着点头，看着人出去。谢云照回去后，仔细看看媳妇儿眼睛，辛苦蓉蓉了。这有什么？碍眼的走了，去碍别人眼，多好的事儿。她如愿了。是啊，这是她最期盼的。吃点葡萄。你喂我。我没有手。没有手。沈淑荣疑惑之际，男人叼着扒光的葡萄俯身送过来，葡萄在两人口中爆开，瞬间充满果香。刚要躲，男人的大掌及时扣住他，吻得又急又深。一颗葡萄吃了许久，到底是吃葡萄还是吃你？娘子想吃我。满足。必须满足。第二日一早，银枝带着给金枝准备的吃穿用度去了昭辉院。金枝看到他，眼泪忍不住的垂落。银枝，你来看我了。你受苦了，早知这条路不好走，你还偏要走。世子如天神，我的心已经交出去，怎能控制住？郡主知道吗？知道还会管你？你都不知道郡主有多难过，多自责，还让我给你带了祛疤的膏药、燕窝、人参，还带了些银子，你喜欢的料子也有。之前给你送的衣物里，郡主都让我藏了银子的。郡主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别哭了，我不能久留，以后也不能再来昭辉院，再惹出些闲话，郡主又要跟着操心。你好好的啊，有事儿让丫头偷偷找我，千万别再找郡主，因为你，郡主和世子夫人已经有了气了。我知道，替我谢谢郡主，若有来世，金枝还伺候郡主。说郡主没换亲，你爬的却是郡主夫君的床，这就是背叛。郡主下辈子也不会再用你伺候的。金枝走后，紫珊进来惊讶道：郡主对姐姐真大方，国公夫人也赏了银子，应是看在郡主的面子上。说好吧，以后有事你就去找银枝，我和她情同姐妹，不能再劳烦郡主。她已经为了我和世子夫人不快。好的，金枝姐姐，以后我会和银枝姐姐搞好关系的。金枝对紫珊很满意，是个机灵的。如今她离世子这么近，定要好好把握机会，要快些把身子养好。一想到能名正言顺地伺候她，她就很激动。银枝回来和沈淑荣说了金枝的情况，她没说什么。等人都出去，沈淑荣坐去案前，提笔写下几个字：命里有时终须有。谢云照看着，觉得他的字比以前更有力量。娘子怎么就写一句？下一句话未必对，因为眼前这个人就是他强求来的。谢云照笑着从他身后搂住他：你还病着，是不是要在家休养几日啊？沈淑荣摇摇头：金枝还不配，昨日演1个时辰足够。我们去庄子上，就跟娘说我心情不好，你带我出去散散心，过2日太子妃的宴再回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国公夫人以为儿子是来抢她嫁妆的，毕竟郡主都病了，这次不能再由着儿子拿，每次都拿多。没等谢云照开口，娘知道郡主受了委屈，娘嫁妆里的那套琉璃头面送给郡主，你再多宽慰宽慰她。多谢娘，那套头面您这年龄的确不合适，给郡主正好。国公夫人捂胸口，琉璃头面两边带有流苏，的确年轻人戴更合适，她也是这样想的。但是被儿子说
说出来就很难受啊。行了，拿了东西就走吧，回去好好照顾郡主。娘，郡主在府里待着气闷，儿子要带她出去散散心，等她心情好一些再回来。过2天金枝的伤也能好一点，郡主也不会再难过了。你来找娘是为这件事？不然呢？国公夫人顿觉心痛啊。哎呀，毒婆子，快带她取了头面，赶紧走。再看他一眼，他会舍不得呀。多谢娘，我们这就收拾东西出发了。谢云照喜滋滋的去取头面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，他都忘了这茬。娘果然是惦记他儿媳妇的。8月20一起用膳的日子，三姨丈紧赶慢赶，终于到了。陆国公碍于情面，晚膳邀请了黎家3口。表妹好些了吗？黎双自从进来，已经偷瞄谢云照好几眼了。虽然他欺负了他，但他还是控制不住喜欢他，这也是他迟迟不想离开国公府的原因。此刻听到二表哥关心他的身体，多谢二表哥关心，双双好多了。我可不是关心你啊，我是怕你没完全好，再过了病气给旁人。三姨母赶紧说黎双全好了。陆国公破天荒没说儿子。云照，好好说话。全好了就好，我又没说错。你闭嘴。黎双又开始伤心，他是不是只对沈淑容好？既然表妹已经好了，三姨母也说想家了，这2日我就安排车马送你们回去。黎双顿时紧张了，他不走。三姨丈这次来就是要让女儿给世子做妾的，怎么能带回去啊？多谢世子夫人，只是双儿已经跟了世子，这事整个京城和青州都知道了，还望世子夫人体谅。黎婉儿气得手抖，什么叫跟了世子？爹，您和我爹是如何商定的？陆国公还没说话。大嫂，李尚书和爹定的事自然作数，但要看实际情况。没听三姨丈说吗？表妹和大哥的事青州都知道了，大嫂还让表妹回去，这还不如直接让她去死呢。什么话？哎呀，算了，跟他计较不起啊。三姨丈认同的点头，他可是听说了女儿喜欢上一个小厮，这要传出去，他的脸可就丢光了。他眨眼示意妻子，三姨母立刻哭了起来。长姐呀，妹妹就这么一个亲女儿，她这辈子没别的路可走了，求求长姐，就让双双留下来吧。别哭了，正吃饭呢，哭哭啼啼的多难看。再说了，长姐和姐夫断不会看着黎双受苦的。陆国公夫妇面面相觑，有些为难的看了黎婉儿一眼，一唱一和的，这是逼谁呢？黎婉儿气的刚要站起来，被谢云峥拉住。坐好。黎婉儿一愣，以为他要向着自己说话，得意的坐了回去。云峥，你怎么看？黎家3口盯着他，包括黎双，他已经认命了，只要能在国公府能见到二表哥就行。谢云峥知道谢云照是何意，他定是希望自己收了黎双，这样永嘉就会对自己失望，心就会偏向他。但他想让谢云照看看永嘉不希望，永嘉心里还是有他的，不能直接问永嘉。我想听爹娘、二弟郡主的意见。陆国公夫妇觉得说不出反对的话，可又实实在在答应过黎家，直接同意，觉得对不住大儿媳，两人都没表态。黎婉儿气得咬牙，这就是堂堂一品国公的承诺。大哥是世子，早晚要纳妾，和表妹亲上加亲挺好。郡主以为呢？大哥是一府世子，永嘉觉得世子的能力与名声同样重要。谢云峥皱眉，什么意思？永嘉同意？永嘉有句话送给大嫂，大哥不是一个人，他身后是整个鲁国公府，背负着重担，有一点缺失都会被对手抓住，趁机打压。大嫂在官场上不能为他分忧，后宅严防死守，大哥就没了后顾之忧。黎婉儿听懂了，若是有人拿黎双做文章，恐怕会对世子不利。他垂头不语，屋子一下静了下来。谢云峥刚还伤心，此刻这心又暖洋洋了。永嘉是在为他着想啊。大嫂放心，无论我大哥有几个妾，都归你管。黎家3口微微放心，等着黎婉儿表态。黎婉儿心里已经松动，见谢云峥对他点头，最终还是妥协了。黎双红着脸偷看谢云照，像是要给他做妾，能留下来他很高兴。国公夫人也是高兴的，当即把昭辉院旁边的院子给了黎双，让他自己改喜欢的名字。黎婉儿这顿饭吃的心毒，没送走人，反倒弄回来了。沈淑荣回去就问谢云照羡不羡慕谢云峥啊？这么大福气，只有他能受得了。你真不要？蓉蓉不介意，都这么久了，她还是不介意吗？黎婉儿都不愿意，
你希望我有啊？我啊，沈淑荣拉长了调子，谢云照害怕他说他又不像李婉儿那样小心眼儿。我不问了，你别说。又把他的唇堵住，什么都不要说，是他做的不够，还没走进他心里，终于能缓口气了。沈淑荣掐他，你要是敢想，我就不要你了。什么？谢云照没反应过来。我说你要是敢想纳妾的美事，我就不要你了。好，娘子的话我记住了，绝对不会。他红着眼眶，把人抱了个满怀，他就是他唯一的美事。翌日，长公主府隔壁的马场迎来第一次跑马，老两口在院子里乘凉，听到传过来的呼喊声、助威声，觉得自己都年轻许多。突然，长公主想起一件事儿来。夫君，你说永嘉当初为何要马场？不是你说永嘉怕谢二天天出去遛狗不着家吗？可是自从换亲，谢二也没出去过呀。咱们是不是被永嘉骗了？罢了，左右也没便宜外人。晚上留他们用膳，我替你骂他。你是想孙女了吧？沈老太傅脸一红，他又不是财库的人，怎似他们祖孙常见，但还是要嘴硬。替你出气。疯了半个时辰，大家跑上看台，享用早已准备好的点心。就在这时，本该安静的场地外传来很多哭喊声，众人不解，长公主府附近怎么会有人大声喧哗？陆子谦手抖，心虚的放下茶杯，怕被人发现端倪。谢云照不经意瞧他一眼，原来安排的是今日，派青英出去看看情况，顺便给他安排的人送信。希儿，外头什么情况？不用管，我的人去看了，会不会打扰了祖父祖母啊？没事，他们什么阵仗没见过，正好没乐子瞧。也是，祖父实力不减当年，骂人还是那么厉害。青英安排的人就在不远处，已经守株待兔几日了。一旦有人上门闹，他们也去。门外集起了4家兵的家人，见没人搭理，这话就开始难听起来。财库不拿人当人，为了银子竟然抢兵士的血汗钱，这种钱拿着不亏心吗？还有人喊话，财库不能交给郡主，没看到什么功绩，反倒拿兵士开刀，吸兵士的血肉。你们要找管事的，我就是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你是谁？什么身份？能做财库的主吗？我是郡主夫君，也是财库的管事，你觉得我能做主吗？我们不跟你对话，你又不是郡主，小小李氏根本做不了财库的主。就是让郡主出来。让郡主出来，他敢做不敢当吗？和士兵的血是要寒了我们的心吗？我可是王家族长，这么对待我们，以后绝对不会再让族里人去当兵了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说的对，都不当兵，看他们怎么打外敌。哎，行了，别喊了，我还有另一个身份，我爹是鲁国公，我大哥是鲁国公世子，谢家军都同意改税，你们有什么不同意的呀？谢家军同意了，底下有人窃窃私语，大家开始寻找今天来的人里有没有谢家军的。那二人有些迷惑，二公子在说什么？他们什么时候同意改税了？虽然他俩不在意，但手底下跟着出生入死的兵们承受不住啊！我坚信我大哥都同意的事，定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。我敢说，在场闹事的人里，绝对没有我谢家军。不可能，谢家军怎么会同意？一定是你们以权压人，让你们的兵被迫同意的。认识谢云照的二人正是谢家军中的千户，不清楚别人，他们就没接受过。二公子分明是在骗人，有一人想出去揭穿，被另外一人拉住。既然二公子说了世子同意，这事儿就不会错，否则他怎敢这样说？如果世子不同意，为何不带头和财库争辩？要轮到他们这些平民，他们好不容易做到千户，若是因此事出了头，得罪了世子，这辈子就毁了。他把人拉住了，但人群里还有一批不明情况的谢家军家属，他们集结走到谢云照面前，大声说出他们是谢家军的亲人，压根儿就不曾同意过。你们确定是谢家军的亲人？不可能啊！我大哥明明说你们都同意了，才让郡主去请旨的。放屁！我们怎么不知道？我孙子就在谢家军，谢世子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他对得起谢家军的追随吗？还有你们这些强权，不在乎那仨瓜俩枣，知不知道多交一份粮，我们家可能就要饿死一个人了。只知道吸我们的血，这是什么财库？
库。什么？谢家军也不同意啊？谢云照有些为难了，随即不耐烦地甩甩手。哎呀，那算了，不改就不改，你们回去等消息吧。啊！众人都愣了，这就不改了？我不信，你说话算数吗？哎呦，我说不改，你们不信，那到底是让改还是不让改啊？不让改。行，我们不改，财库也不会改，但我们管不了别人，比如我大哥，他们要改，你们别赖财库头上。这可是你说的，这么多人可都听见了。当然呢，我说话算数，2日后就会有告示贴出来，到时候你们去看，不对再过来闹。现在都快回去吧。啊！闹事的人还是怀疑的，被青竹、青樱等护卫赶走，边赶边让他们放心。郡主和谢二爷说话算话，马场内的贵人们听着声音越来越小，知道谢二出去摆平了。谢云照回来接沈淑荣去长公主府，让顾恺之和陆子谦帮着待客。谢云峥故意坐得远，没听到外头的交谈，但他知道谢云照带永嘉去长公主府，定是去请旨了，嘴角勾起浅浅的弧度，很是得意。刚走进去，沈淑荣抱住谢云照，这次要感谢谢云峥。谢云照看他高兴，自己也高兴，尤其喜欢听蓉蓉连名带姓的叫谢云峥。2日后写上我们要南下通船的事，到时通了船，财库自然不需要冰水。两人相视一笑，真是个不错的契机。财库和永嘉郡主的威望很快就会在军中出现。谢云照解决闹事的言论很快传开，谢云峥还没到鲁国公府就听说了，气得想把他抓回来打死。让陆子谦老地方等我。谁让他叫谢家军来的？是世子爷。赤霄领命。什么？他竟然说是你的决策？鲁国公听完谢云峥的话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这个逆子！来人，把谢云照给我捆回来！谢云峥看了一眼赤羽，赤羽会意亲自去拿人，结果长公主府的大门都没进去，还带回来一句谢云照的话。那个逆子说什么？二爷说，快说！说国公爷和世子爷都给郡主挖坑，让郡主背负骂名，让您给郡主说法。鲁国公气的呀，满屋子找他的宝剑，要去杀了那个孽障。当初不就是说好，所以才会给财库大头吗？这就不清楚了，二爷没再说别的。正气着，东宫来人了，传谢云峥。鲁国公心疼地看着他。哎呀，云照是个不可控的人，这事也不能怪你。但太子呢？无妨，谁让他是我的弟弟，替他受过是我应该做的。鲁国公稍感欣慰，还好云峥是个懂事儿的。东宫内，谢云峥的脸被打偏。这就是你的好计策，可真是好啊，直接不改了。殿下，不如强行改。强行改，以谁的名义改？孤的名义还是你的名义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罔顾这般看好你，臣有罪。哼，有罪有什么用？李琛总觉得永嘉这个小丫头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永嘉如今是在跟姑作对吗？林州的事，冰税的事，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解决？不要跟我说强行改。谢云峥心下微惊，太子不会要对付永嘉吧？臣找郡主聊聊。算了，姑亲自找他。太子召见沈淑荣，长公主以永嘉受了惊吓，在府里养病为由，等好了再去见。李琛没法子，在东宫气得摔东西。明明他才是储君，可从小到大没少因永嘉而被忽略。父皇对自己女儿都不喜欢，对他这个太子也是苛刻居多。等他坐上那个位置，给他等着。鲁国公还在等逆子回来，结果小两口在长公主府住下了。晚膳时，沈老太傅盯着两个小辈看，把两人看得直发毛。怎么了，祖父？这马场是不是你想要的？沈淑荣微愣，被祖父发现了。看看祖母，也看着他等回话呢。再看身旁的谢云照，该怎么解释？哎呀，祖父，郡主是想离您和祖母近一点，这将来有孩子，定然是需要二老帮忙教导的。马场离得近，也方便孩子们学骑射呀。孩子，老太傅和长公主的眼睛里冒着光，有了孩子就可以养在隔壁郡主府，离得近，他们就可以带着孩子养小马，从小骑到大。不错，永嘉还是有远见的。老太傅忘了要替妻子骂了，直接改成了夸。沈淑荣笑着，相公真机灵。祖父，您多喝点，云照读书不行，将来有了孩子还得您教导。还知道啊，等你儿子比你学问高的时候，看你羞愧一步。羞愧什么呀？他学问再高，我也是他老子。
你……老太傅气得直吹胡子，但又说不出反驳的话。哎呦，祖父别气，您身体好好的，替我们多管几年。一想到永嘉的孩子，老太傅没忍住笑，到底没再说他。谢云照好像找到了能护着自己的人，只是还未来到这个人世。次日，二人回府，沈淑荣担忧谢云照被公爹罚，他却一点不担心，大不了挨一顿鞭子。鲁国公只找谢云照去，但沈淑荣跟在他身后一起过去了。说是爹发火要罚你，你就大声喊，我进去救你。没事的，我能应付。谢云照刚进爹的书房，看到地上蒲团，直接走过去跪下。逆子，你还知道犯了错？儿子是有苦衷的。你有苦衷？是啊，爹，您不觉得马场外闹事闹得蹊跷吗？鲁国公眉头一皱，要改兵税的事传了很久，一直没人上门呢，为何会在我们跑马的日子去啊？他们是如何得知儿子和郡主那日会在马场的？所以呢，儿子偷偷派人去查了来闹事的人家，发现他们是被收买的，正巧他们本身也反对，又有银子拿，这才敢在那日过来闹事儿。爹，您若不信，可亲自去查呀！明显是有人想对付我们家，就算改了税，咱们到底能有多少好处？爹别因小失大呀！鲁国公陷入沉思，竟有这事儿，回头要派人去查探一番。可你不能说是你大哥同意的呀，这岂不是寒了谢家军的心吗？爹，你以为儿子不说这事儿就能一直瞒下去吗？要对付鲁国公府的人，他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？现在谢家军也只是起疑，毕竟我的话他们不会全信，但敌在暗，我们在明。若是有什么把柄被人抓住，他再说出是大哥的意思，谢家军才真的会信呢。不想到这层，我怎会说？儿子又不傻，当然知道维护自家兵的军心呢。云照说的没错，现在还有机会补救，若是被外人证实，可就百口莫辩了。爹，儿子无能，没查到怂恿他们来闹事的人，你派人查查吧，这样顺藤摸瓜，我们也能知道是谁在针对我们，好做准备呀。哎呀，好了，爹知道了，你这几日辛苦，回去吧。爹，冲咱家来的，却让郡主受了委屈，得给个说法。去找你娘，爹还有事。鲁国公什么都听不进去了，家族如今这般强大，怎会不树敌？他要好好查查。谢云照喜滋滋告退出门，刚走到院门口，就看到谢云峥站在蓉蓉不远处，那脸顿时就黑了下来。大哥在这做什么呀？我来找爹。那怎么不进去？和郡主问个好，这就去。谢云峥抬步走进院子，谢云照牵起沈淑荣的手回临风居，把人抱住。有没有伤？爹打你了吗？男人摇摇头，沈淑荣微微发愣，没挨打，怎会这般委屈？一定是挨骂了。爹骂几句就骂几句，又不少块肉。再说了，这事的确是咱们算计了他们。不是，爹没骂我。沈淑荣听出不对劲儿，不是因为公爹，因为谁？难道是因为谢云峥和他说话？没骂你也没打你，你在这求什么安慰啊？沈淑荣做事要推开他，想让他亲口问出来，男人反而搂得更紧。他此刻需要他在自己怀里。沈淑荣挣扎出来，拉着人走去床边，一把推倒。谢云照表情猛了一瞬，随即他骑上来，捧着他的脸就亲。谢云照还是第一次被蓉蓉强吻，惊喜疯了，按住他的纤腰，随他踩鞋。吻够了，沈淑荣抓起他的手放在心上。能感受到吗？能，你的心在跳。但蓉蓉这是什么意思？相公，这颗心是为你而跳。谢云照双眸瞪大，蓉蓉说的是他理解的意思吗？躺着看人不舒服，他猛然起身，抱着沈淑荣放在桌案上。为我而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喜欢你的意思。蓉蓉说喜欢我，这是真的吗？怎么，你笑什么？不信啊？没，我信。那你喜不喜欢我？喜欢。喜欢疯了。我不和你说喜欢你，你就不和我说，罚你多说几次。是我的错，我喜欢蓉蓉，最喜欢蓉蓉。那你还不把我当喜欢的人啊？怎么不当喜欢的人了？你什么话都不和我说，总是要问才说。我没有。你有，从爹那儿回来，你明明就不高兴，我问你也不说，像是鼓足勇气一般。他在外面和你说了什么？他说马场那日你不应该只顾着玩，不去解决事，解决的也不好，让我多担待，毕竟你从小不爱接触正事。谢云照听完脸直接黑了，都各自成婚了，还不忘急踩他。你再问。问什么？我不管，反正你还要问。娘子是如何回他的？我说我的男人做得好与坏只能由我评判，旁人说的不算。他听完当时脸就黑了。男人咧着唇垂头，眼眶发热，头抵在他的下巴上，不想被他看到。他知不知道这句话他想都不敢想会从他口中说出来，还是被谢云峥说出口？你是不是我的男人？是你的男人。谢云照再也抑制不住，翻身附了上去。沈淑荣，我爱你。
黑着一张脸的谢云峥被狠狠地打击到了，永嘉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。可他刚刚亲口说谢云照是他的男人，他知不知道这句话对他而言有多残忍？在院里深吸了几口气才缓过一些，突然想起谢云照怎会这么快出来，爹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了？不行，必须让爹狠狠罚他。快步走进书房，爹，这次二弟惹了这么大的祸，您就几句话了事啊？云峥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云照这次也是迫不得已，他发现闹事的人是故意为之，很可能对咱们不利，爹正要派人去查的。谢云峥心下一惊，不行，不能让爹知道是他安排的。爹，儿子派人去查吧。也好，你派人好好查查，一定要找出幕后主使，我倒要看看是谁针对我们鲁国公府。是，爹，儿子定会尽快查出。谢云峥作揖行礼，走出院门的那一刻，他目光幽深，竟然被谢云照这个傻子发现了。他又一次怀疑陆子谦，看来以后有事不能再轻易用他。回到昭辉院，他坐在书房里想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忍不住起身去了金枝的屋子。金枝还在养伤，自从进了世子的院还没见过他，如今成了他的女人，再见到他来难免激动。刚要起身，谢云峥贴心拦住，坐在床边询问他的伤势。金枝不忘感念世子救他，也不忘郡主的照拂。谢云峥点点头，然后坐着不动，不知该如何开口。见世子还坐着，他含羞带怯的试探：妾还有3、5日便能起身伺候世子。好，不急，养好你的身子要紧。谢云峥听到妾字没说什么，金枝心里高兴，便大胆起来：世子是有事要问妾吗？你们二爷和郡主平日是如何相处的？金枝微愣，但脑子很快转起来。世子近来不进后院，能看出他对李婉儿并不待见，对自己这般温和，那也是看在郡主的面子上。他知道世子心里之人是郡主，一直都是，而他以后免不了会利用郡主在他心中的位置来换取他的垂怜。他稍加思索，郡主平日很忙，二爷就在一旁陪着，不怎么打扰。谢云峥袖子里的拳头攥紧，谢云照这个狗皮膏药，不知道他在一旁就是打扰吗？得知他们之间也没那么好，他的心稍微松了一些，但还是想知道他们晚上是如何相处的。可是这话他没法问出口。金枝盯着他的脸色，见还好，就知道说对了方向。妾知道世子关心郡主，毕竟您和郡主之前有婚约，又是从小的玩伴，关心也很正常。真的正常吗？妾自小侍奉郡主，世子对郡主如何，妾在一旁看得一清二楚，所以世子在妾这里不必顾虑许多，想问什么妾都会告诉您，妾承诺不会告诉旁人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就见谢云峥看向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感激。郡主习惯了长公主府，所以在这边有些不习惯，夜里也是睡得早，二爷不叫打扰，但现在还好，世子可以放心的。终于听到想听的，谢云峥很满意。你好好养伤吧，养好了就在书房伺候着吧。多谢世子。谢云峥走后，子珊笑着进来。